大家好，朋友们，看我游侠2技能是不是有点奇怪？有没有发现把亮着的技能都按了，火力全开，输出却低得可怜？看，结果技能伤害都在打击空气了。但直到我改了设置，效果变成了这样，无缝衔接，伤害不浪费一点一滴。以前是输出黑洞，现在是效率拉满。你可能不信，咱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的激战2，但你一直在用地狱难度在体验游戏了。这个地狱难度的根源就是被激战2的祖传默认设置给锁定了。好了，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神级设置。如果你是老玩家却一直用传统模式玩，那我敢说你的鼠标右键的手指早就酸了。传统的默认模式，我们必须一直按住右键来转视角锁定目标，时间一长，无论跑图还是战斗，右键手指简直是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激战2玩久了很累。解决办法非常简单，但它藏得非常深。咱们废话继续说，赶快来解放我们的双手吧！打开选项，左侧最底部的控制选项。我们继续往下，向下找到视角选项，然后找到藏好的切换动作视角。默认设置是空白的，必须我们自己手动设置快捷键，才能畅享解放双手的体验。找到一个你按起来最顺手按键，把它设成你的右键退休按钮，这样就可以随时一键切换，告别被鼠标右键绑架的命运了。那我们一起快点去体验一下吧。传统模式鼠标是自由移动的，必须一直按住鼠标右键转动视角。这时候我按下切换动作模式按键，切换第一视角看下，屏幕中间出现了射击游戏的瞄准准星。在动作模式下，不需要按鼠标右键就可以转动视角。现在鼠标左键不再是点选键了，它瞬间变成了开火键，触发1技能开火。同时在这个动作模式下，鼠标按键就可以退休了，只用来拖动鼠标，负责转动视角，键盘按技能施法就可以了，指哪打哪，简单粗暴。第3视角下同样轻松操作。动作模式，尤其是对于类似喷火枪工程师，简直就是灵丹妙药啊！像这样的动态事件，只要拖动鼠标转动视角喷火，按技能就可以了。比传统模式一直按住鼠标右键，同时转动视角，还要按技能施法，手都要僵硬了。动作模式效果简直是太轻松了。现在我玩的根本不是激战2，感觉我在玩一个无限弹药的火焰喷射游戏，我的手指比我烧死的怪还要解脱。动作模式解放了我们的手，但接下来这个设置才是真正修复输出黑洞开场画面那个奇怪问题的关键。像开场那个画面，就算我转动视角到了另一个目标，技能还是对着空气输出。一个技能冷却时间10000秒，狠狠地按下去，目标倒下了，却开始对着空气输出。就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可恶的空气输出模式彻底关掉。赶快打开选项，在选项左侧的第一个设置里面找找看，空气开关在哪？这里战斗移动选项，下面的允许技能改变目标选项，激活这个空气开关。迫不及待的来一发，看看技能还是不是在跟大气层较劲。看，2个目标可无缝切换了。以前一个技能打一个怪，现在一个技能打一群。终于不担心技能伤害贡献太低，被队友误以为你划水了。这不仅是游侠的福音，还是所有持续输出职业在清怪时效率爆炸的底层逻辑。好了，修复了伤害漏洞，现在一起来修复一下我们的 F 键。发现了一大群怪的动态事件，兴奋的一顿输出，这是要发了呀！一大波奖励在呼唤。一顿输出，终于清完了一堆怪。然后要对着每个掉落物和奖励疯狂地按 F 键，手忙脚乱。这里有个设置，能让你彻底忘掉这种原始的失去方式，专心体验游戏的快乐。解决办法简单到可怕，也复杂到可怕。打开选项，左侧的第一个设置项，找到自动拾取，快速勾选，就可以彻底忘掉捡东西了。但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马上看下效果。即使在城墙上，怪物倒下后，看下屏幕右下角地图上方，奖励自动跑到口袋里面了。这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跑图和清怪时间，是休闲玩家必备的效率升级。之所以不简单，要想一劳永逸，在这之前必须跨过刀山火海的考验。因为这个技能属于契约军团指挥官专精技能，成为指挥官可不是件容易事。打开专精面板，看一下第一栏的指挥官专精，最下面技能点满才能成为指挥官，至少需要红色泰瑞亚中心专精点19个呢。解决了跑图和拾取，让我们回到战斗。有没有遇到，在激烈的战斗中，远程技能施法总是红色无法释放？一边忙着释放技能，还要注意躲避伤害。在百忙之中，还要仔细调整技能释放位置。就像是这样，技能总是红色的，必须仔细调整，反复试探。在激烈战斗中，可能误以为技能释放了，实际上是空技能。这是激战2，不是休战2。等到绿色才能施法。打开选项。左侧的第一个选项，向下找到战斗移动选项，然后找到将定点指向技能锁定到最大距离选项，勾选。现在无论你的鼠标点到天涯海角，都会把技能圈拉回到当前能施法的最远距离，是个为战斗精准度上个保险的设置，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走位上，而不是瞄准上。有些新手朋友遇到地图聊天频道有人求助，然后发现地图上就多了个四处移动的红色图标。那就顺便提一下，这是个免费的领队徽章导师图标。如果你不想买300金币的指挥官徽章，那就开启免费的导师图标吧。像现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聊天框中输入这个指令，在我们头顶会出现一个醒目的红苹果。导师图标，现在我们就是激战2最靓的仔，很快就会一大波同伴路人过来相助。这个任务靠我一个人还是挺难的。可以看到伙伴路人陆续赶了过来，虽然来的有点晚了，大老远的过来也是温暖了四季。这还是一个增加社交趣味性的免费技能，但是并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因为这个徽章属于契约团指挥官专精技能。激活第一个契约团导师专精技能，只需要一个红色专精点就够了，其实很简单。这些还不够，最好再顺便轻松拿点金币。话不多说，这里有个隐藏福利，打开地图，地图名称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地图的限时奖励。地图的下一个奖励是闪亮饰品，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只需要完成该地图上的任意简单的动态事件就能轻松获得。咱们不需要找什么世界 BOSS， 就随便找个最简单的动态事件，悠哉悠哉的完成一下。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多简单吧。轻松击倒几个小怪，就这么简单。好了，事件完成。工资到账，这比我签名还简单。旁边的小岛事件刷新了，我们看看几个事件下来能得到多少金币吧。这个 BOSS 有点难打，工资又到账了。事件做完，打开地图开一下。地图的限时奖励已经改变了。既然是轻松获取金币，不在一个地图浪费时间了，立刻再找个别的地图。这里的苍翠边境，下一个奖励也是主角闪亮饰品，去这里找个简单事件加入战斗。
这个地图的很多动态事件对新手来说非常的困难，堪比噩梦，所以尽量找些简单事件完成。经历一番事件完成，我们的奖励到账了，一个就有30银币。如果我们超级的幸运，一个事件会一次性奖励10个闪亮饰品，那可是一次性3个金币呢。再看一下地图奖励，已经变了。还是那句废话，不浪费时间，其他地图找找看。找到了，马上去找个简单事件完成。每次做完事件都要看一下地图奖励是否变了，有时不变，有时会变，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一个血量很少的 BOSS， 工资又到账了。看一下地图，现实奖励居然没变，太好了，再去找个简单事件。给这2个伙计当30秒的保镖，待会我们就有一份黄金工资了。轻轻松松完成，工资又到账了。我们就做这几个事件，快点把这个闪亮的饰品拿到商人那里，变成现金。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法则，不浪费时间，不错过任何一个零花钱。可以看到几个事件就得到3个金币。我原来有126金币，把它卖掉，现在是129金币了。好了，夜灯湖的朋友们，如果觉得这份手册有用，拜托点赞，您的支持是对我的最大鼓励。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